我是李玉婷，我是一名00后短跑运动员。今天又是我来大学训练的第一堂课，好期待哦！出生在界首市顾集镇的李玉婷，在上小学时因偶然原因被老师发现有短跑天赋，此后在界首市老师的引导下开展系统训练。之后的她在2017年5月参加了安徽省大中学生运动会，夺得女子100米、200米和4乘100米接力3块金牌，并打破运动会赛会纪录。最后在2018年的时候，李玉婷在全国少年田径锦标赛女子200米决赛中以24.21秒的成绩斩获该项目冠军。也许没有韦永丽和曼奇的国家级名将那么快，但是也不赖。最近中国女子短跑大姐韦永丽今年29岁，再过1-2年也将退役。李玉婷今年只有18岁，未来几年100米打开11秒30的话，便可挺替韦永丽跑接力第2棒，发挥腿长速耐好的优势。李玉婷是中国短跑希望之星，潜力巨大，值得期待。就像在2019年太原全国精英运动会女子100米决赛中，李玉婷位于第5跑道，鸣枪开始后，李玉婷反应时为0.14秒，排在所有参赛选手中第1位，快速启动在全程处在第1。身旁广东马慧欣起跑也很快，离她距离很近，但半程过后，李玉婷开始展现真正速度实力，迈开关阔步幅，大步流星冲去，后程冲刺不断加速拉开差距，其他选手没有一个能赶上她。最终李玉婷以11秒64的成绩冲过终点。在比赛的过程中，李玉婷的起跑爆发有些逊色，没有梁小静和曼奇起跑爆发前进，但好在有大长腿的优势。这个被6个黑人包围住的女孩是来自中国的梁小静，在身边都是冠军的情况下，梁小静电动马达爆发，直接吓坏了对手。在领先的位置，保持住，保持住，保持住，顶住，保持住，小组有机会，小组第二，漂亮，小组第2，11秒17，这直接就晋级了。非常的精彩，梁小静应该是第一枪就把自己最好状态给拿出来了啊。这是众星云集的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
女子100米预赛，7个赛道里6个全是黑人选手，那中间唯一一抹红色的身影格外美丽动人。现在这个满脸微笑、充满着黄种人气息的女孩，就是咱们的宝藏级别的选手梁小静。年仅22岁就闯出中国女子田径的一片天，获得了多项短跑项目的冠军。还不满18岁的时候，就在南京青奥会上以11秒65的好成绩夺得100米冠军，简直是从小跑到大。很难想象梁小静这样小小的身躯里竟然蕴含着这么大的能量。1米58的身高，短跑极度的劣势，却次次突破极限。田径赛场的斗士说的就是她。梁小静更是打破了中国女子的田径历史，首次在奥运级别的比赛中晋级。比赛都是残酷且没有道理的，女子100米竞争激烈，她的对手个个高的不行。第二道的这一位更是非洲冠军奥卡多巴雷，上届世锦赛的冠军也在这里。可以说，能够来到这个赛场的人，就没有哪一个是差劲的，都是他们国内最顶尖的一批。梁小静该如何应对？这场比赛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传送呢？瞬间，全场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眼里只有跑道上的7位选手，这是他们的舞台。随着发令枪响，7个人就像是哪吒的飞天剑，划破云霄，穿刺而出。其中梁小静更是佼佼者，她的起步非常快，就连上届世锦赛的冠军也被梁小静甩到了身后，全力冲刺，毫不妥协。最终，瑞士选手率先抵达，梁小静紧追其后。瑞士选手11秒17位列第一，梁小静则是11秒18，0.01秒之差位于第二。在坎邦迪旁边拿到第2啊。不但起跑非常的好，而且后程还能顶得住，梁小静练的真的是不错。这把最好状态拿出来了啊，这很接近 PB 了。11秒18提升啊 ，PB 11秒13。这组直接把特里鲍伊给挤到第3去了。特里鲍伊这个赛季状态真不行，曾经也是10秒这个8的选手啊。梁小静虽然年纪只有22岁，但是也是参加过很多世界大赛，在技术心态上也能磨练出来。这样的梁小静在这个小组拿到第2，强势晋级半决赛。起跑就是这是它本身就是很占优势的一个环节啊！前50米都。这是中国女子田径创造的最好成绩，就连这些黑人选手也没有想到1米58的黄种人竟然可以爆发出这么可怕的实力，梁小静却做到了。之后的梁小静继续在田径事业深耕，可惜最近她不小心阴阳了，希望她好好保重身体，尽早恢复。作者前段时间也阳了，去医院打了3天吊水，休息了7天才恢复。这7天医生让我多喝热水，每天1片维 C， 药也按时吃，我都照做了，感觉比第一次阳感官上舒适很多。虽然还是不舒服的体验，但是感觉得到身体还是有余力，在药物的帮助下可以暴打2阳病毒的。大家注意安全，尽量不要经历这样的时刻。祝愿梁小静和观众老爷们健康平安。这就是中国女子的速度吗？全国100米短跑成绩碾压亚洲，韦永丽宝刀未老，再次划破长空。大家好，丽姐最新赛事再次夺冠，这是6月27号晚上9点半举行的全国田径冠军赛。即世锦赛及亚运会选拔赛，参加比赛的人有8位。首先介绍第4跑道的韦永丽，她在预赛中的表现十分优秀，一路狂奔没有对手，丽姐甚至在最后15米放水。最后韦永丽以11秒43的成绩成功晋级到决赛，而这个成绩也是整个女子100米预赛的最好成绩。第2名的选手是一位叫做袁琪琪的实力选手，跑出了11秒59，他也成功晋级进入了决赛，并且位于第8跑道的位置。这跑道不简单，袁琪琪要努力啊！第7跑道的是黄桂芬，第6跑道的是葛曼棋，葛曼棋以小组第1的成绩成功进入决赛。第5跑道的是梁小静，她和黄桂芬一样跑到了11秒50，而落后他们一步的林雨薇也进入了决赛，位于第9跑道，成功晋级进入决赛。第3跑道的是李玉婷，第2跑道的是刘国怡。让我们沉浸在这场速度对决之中吧。
比赛中起跑最快最好的是韦永丽和梁小静，两人在前程保持领先模式。赛程过半，渐渐的葛曼棋追了上来，逐渐缩小差距。韦永丽和葛曼棋齐头并进，两人几乎同时迈过了终点线，在肉眼看来是无法分辨的。但是通过电子计时器显示，葛曼棋跑出了11秒44，这是他本个赛季的最好成绩了。大姐韦永丽宝刀未老，在比赛中跑出了11秒42，这个成绩比葛曼棋的11秒11快了0.02秒。在100米赛场上，分毫之差就是冠亚之别。韦永丽拿下了冠军，葛曼棋拿下亚军，袁琪琪以11秒45的本赛季个人最好成绩拿下了季军。韦永丽32岁的年龄还保持着如此高水准的竞技水平，甚至让人敬佩。他的优秀表现通过选拔夺冠，可以参加自己的第3届亚运会。韦永丽会再一次让大家刮目相看吗？首先拿到了亚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希望我们的女子短跑在亚运会和世锦赛上有一个更大的突破，然后捍卫我们在亚洲的地位。大家怎么看？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从湖南走出来的女飞人直接拉爆比赛现场，3天夺下2金，直接打破了亚洲纪录。最近中国女子田径队再创新高，亚洲赛季首战告捷，中国田径女子队夺冠加刷新亚洲纪录。其中创造奇迹的是韦永丽、梁小静、黄桂芬和李玉婷。韦永丽、梁小静是咱们耳熟能详的领军人物，李玉婷也是成绩不错的后起之秀。而咱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中国骄傲黄桂芬。黄桂芬出生于1997年，湖南娄底人，是湖南省最有发展潜力的短跑运动员，曾参加南京亚青会女子200米决赛获得冠军。她的200米力压梁小静、葛曼棋、韦永丽，她的后程实力十分强劲，再加上不错的耐力，200米可以说是中国领军水平，甚至参加了2020东京奥运会。尤其是今年黄桂芬状态在线，就在2023年的4月份，黄桂芬参加全国田径大奖赛第1站。在女子200米决赛中，黄桂芬位于第6跑道。比赛开始了，黄桂芬发挥她出色的后程实力，直接一路领先，率先冲过了终点。那是领先的是湖南湘北的黄美霞。最终，黄桂芬以23秒73的成绩冲线摘金。值得一提的是，亚军选手也是湖南的辣妹子，第4跑道的19岁湖南小将黄美霞跑出24秒01，收获第2。第3名是来自黑龙江的左思雨，跑出了24秒40的好成绩。黄桂芬紧接着参加了全国田径冠军赛，在女子100米预赛中，黄桂芬和梁小静、林雨薇分到同一组。这场比赛里，黄桂芬状态神勇，和梁小静齐头并进，两个人在同一时间越过了终点，以11秒50的成绩并列小组第1名，成功进入了决赛。这个是无疑是最强的黄桂芬，慢慢杀到第2，外道的林雨薇。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 Every Saturday night on your favorite radio, the party champagne and the night feels so strong. Throw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ft your head up high.You know you've got to sing along. 这里可都是大佬啊！第4跑道的韦永丽，第6跑道的葛曼棋，第5跑道的梁小静，第3跑道的李玉婷，第8跑道的袁琪琪，黄桂芬自己在第7跑道。这一场比赛里，韦永丽都处于完美的状态，无论是起跑还是后程，都保持得非常不错。最终，大姐韦永丽在比赛中跑出了11秒42，排名第1；葛曼棋11秒44，排名第2；袁琪琪11秒45，排名第3。而黄桂芬跑出了11秒48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位列第4。相比于100米决赛的老四，200米是黄桂芬的绝对领域。首先是200米预赛，黄桂芬照旧站在第6跑道的位置，第1名的宝座她势在必得。
黄桂芬在弯道超速，直接和其他选手拉开差距。决赛另外出2个票的李雨婷，这是排名第2，黄桂芬排名第1。冲刺压线，最后稍微松。最终，黄桂芬以23秒49的成绩成功拿下第1名，晋级决赛。同样晋级的还有蔡燕婷、刘英兰、贺淼等4位选手。决赛中，黄桂芬照旧站在第6跑道的位置。比赛开始后，运动员直接起飞了。白色衣服处于第3位的就是黄桂芬，只见她在弯道直接一个加速度就把所有的对手都超过了。来到最后一段直道，黄桂芬甩开胳膊直跑，没有人能追得上她。最终，黄桂芬以第1名23秒59的成绩摘金，拿到了亚运会的门票。第2名是来自江苏的蔡燕婷，23秒90获得银牌。第3名是来自四川的刘英兰，23秒91获得铜牌。赢了比赛之后，黄桂芬甚至没有时间把金牌拿回家，就要连夜坐飞机前往阿拉木图参加洲际巡回赛女子4×100米的比赛。黄桂芬的队友有梁晓静、韦永丽、李玉婷。梁晓静的起跑开始，完美的起跑反应和前程加速，这一局稳了。第2棒是韦永丽，此时中国队处于领先水平，韦永丽的状态爆棚，直接甩开其他选手。第3棒是黄桂芬，这个时候中国队还是第1的位置。来到弯道，黄桂芬的拿手好戏呀！第4棒是李玉婷，小姑娘爆发了，直接拉开巨大差距。李玉婷的身后形成了真空地带，直接领先15米远。中国队43秒37成功夺冠，再一次打破了亚洲纪录。黄桂芬简直是宝藏级别的选手，大家怎么看？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亚洲女子100米短跑的竞争有多恐怖？2014年的韩国仁川田径场，中国一姐韦永丽、日本100米女皇福岛千里，还有哈萨克斯坦的国宝萨弗罗诺娃，3人同时在同一秒撞线，他们只有毫秒之差，肉眼根本无法分辨。这是7年前的仁川亚运会，亚洲最顶级的女子100米决赛。日本田径在中国头上压制了10年，直到这样一个姑娘的出现，让中国女子短跑发起对日本短跑反超。她就是中国短跑传奇韦永丽。亚洲短跑界即将迎来100年未有之大变局。韦永丽位于第5跑道，第6跑道的是哈萨克斯坦德亚博基纳，第7跑道的则是亚洲短跑女皇福岛千里。上届亚运会中，她一人垄断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冠军宝座。第8道的是越南的老将武志红，第9道的又是咱们的中国选手袁琪琪。这一次我们总共有2个选手出战，第2道是泰国的范纳吉特，第3道是伊当的图斯，第4道是哈萨克斯坦的萨夫都莫哈。左右全是身材高大的选手，隔壁还有日本短跑女皇韦永丽，被前所未有的压力摁住。让我们回到2014年，看中国姑娘如何扭转乾坤。好的，比赛开始。韦永丽的起攻反应不是很快，但是起的加速还是不错。在外道的福岛千里确实节奏非常快，韦永丽要保持住，绷住劲，看看最后的冲刺，全力冲刺，压线，漂亮！在最后时刻，几乎是3人同时撞线，裁判连忙打开电子仪器。经过3番2次的查看，裁判只能接受可怕的现实，那就是中国姑娘韦永丽是冠军。最终宣布萨弗罗娃拿到季军，韦永丽抛出11秒48的好成绩获得冠军，比获得亚军的日本选手福岛千里快了 0.01 秒，夺过亚洲1姐的称号，就是那么一点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中国队在亚洲女子短跑首战告捷，200米同样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战3大高手再次齐聚，但是咱们的韦永丽刚刚发挥过猛，于是就被安排在了最外道。丽姐却依然满脸笑意，让我们看到这一场强者之战吧。好的，比赛开始。韦永丽的启动加速节奏还是不错，辅导千米的弯道跑一直是她的优势，林慧君不要受影响。韦永丽在弯道还是要把重心稳住，弯道进直道，跟内道的萨布洛娃相持住。看看韦永丽最后的冲刺，萨布洛娃在这个单项当中确实还是有非常高的水平啊。萨弗罗诺娃率先冲过了终点，丽姐紧随其后是第2位，日本选手福岛千里是第3位，中国姑娘韦永丽为国家夺下1金1银，有她真的了不起。大家怎么看？评论区欢迎观众老爷们的来访。